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和各位分享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六字洪名。相信各位常常都有听到阿弥陀佛或是南无阿弥陀佛，不管是有学佛或是没有学佛的人，每一个人几乎都知道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谁呢？他是在我们佛教西方极乐净土的总持教主，在我们娑婆世界，就是现在这个方位我们所在的世界呢，往西方10万亿国土，就有一个国土是阿弥陀佛以及其他的诸大菩萨善士曾经发心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人，现在所处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净土。所以相信各位常常都听到，甚至我们法师都会何时问候都会说阿弥陀佛。这个所谓的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或是阿弥陀佛的圣号，它是具有非常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存在，可能各位都不知道。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和各位一一的分析分享，不管是以念佛想要往生净土法门的学佛者，或者是一般初入入门的人，都对这个阿弥陀佛呢是最为熟悉的。阿弥陀佛他是在过去生中，他也是一名比丘，他的法名叫法藏。所以这名比丘呢，他在因地，就是当时呢，他曾经发下了48大愿，不断的修行修持，利益众生，累劫累世的修，最后呢造就了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呢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那有些人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我念阿弥陀佛，只要我要在临终之前开始念呢？或者是我要修这个净土法门，要我到我退休啦，我什么事都不用做的时候，我再来念佛呢？错，其实你所不知道的这几个字呢，它涵盖的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殊胜的含义。在《佛说阿弥陀佛根本秘密神咒经》这一部大乘经典当中呢，佛陀呢就是和我们提到了这个阿弥陀这3个字的殊胜。在经文是这样子明确的说：阿字十方三世佛，弥字一切诸菩萨，陀字8万诸圣教，三字之中是具足。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为呢，就是只是念一念，有些人呢也不懂它的其中的含义，就是只有听到念这个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呢，已经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甚深秘密殊胜微妙无上功德。此人呢，他已经有种下成佛的殊胜的善的种子。这个阿弥陀佛这4个音阶呢，阿呢所代表的就是十方三世佛，弥字呢是一切诸菩萨，陀字呢是所有8万世间佛陀的教法。这个阿弥陀3字所有都已经总集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殊胜法门的精华，全部都浓缩在这一个阿弥陀佛的圣号。所以我们在每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你全部呢都把这个所有佛陀佛法佛门的所有的功德啊总集，整个呢完全无缝接轨。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小看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这不是只是单单是西方极乐净土总持教主的圣名圣号，它所总集的呢是所有
殊胜84000法门的总集。所以当有人有因缘有机会愿意能够受持忆持不间断的去诵念持念，念念不生疑的话，此人呢已经种下无量无边的福德善根。所以我们会常常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很浅的法门，就不过念念佛。有些人甚至觉得说，我一边在做事情，我也在念佛，那我这样子是否真的有他的殊胜呢？答案是有的。我们一边虽然是在做世俗的事，可是呢，你的内心呢，或者是你口中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它其实呢，都一直在不断的把我们现世的一些因缘果报业力，不断的再重新排列组合去做切换。在这一部经就有说，若有众生闻说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欢喜踊跃，至心称念，深信不懈，如是功德不可称计。这里已经非常非常明确说了，如果有人呢很欢喜听到想要念，而且呢是深信不疑，而且呢不间断的，那我们呢树业就是过去生所累计种下不好的因，这个因呢就像一颗种子，种子放在土里，它有水阳光，有各个的缘分和合呢，这个种子就会发芽。所以过去所种的恶因，如果呢它有缘成熟的话，它就会结成恶报。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名，你很诚心的念，那它会让我们现世，就是此生呢能够众业轻受。那你会说，师父我也不觉得啊，我也感觉我也很诚心在念佛每天也都念佛好几千遍，但是我也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啊。其实我们可以再做说明，所谓的这个众业轻受呢，它可能是有些事情呢本来结果是不好的，但是呢因为你念这个六字洪名，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名，你很诚心的念，你的这个心念不断的随着佛号而有所转化转变，所以你刚刚讲的缘，它就已经开始变化了。就算你过去生中无心或是有意种下了一个不好的恶的种子，但是呢因为你念这个佛名让你这个恶因恶缘将要结成恶报，甚至会有这些所谓的业障呢，它就会减弱甚至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亲身感受跟体验，这里我不想强调这是感应，但是呢我相信呢很多人念佛至诚心不懈没有懈怠天天日日时时分分秒秒都是心系着这个佛名，这样子的一个念法，不是只是口念心不动不是只是嘴巴念，但是呢心不念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嘴动心没有转动，你这个心呢是你启动所有一切业因的主因，转动业轮，你的心不随着佛号净化转化升华，那我们怎么能够说念佛号没有用呢？一定是有用的。阿弥陀佛殊胜的功德万德洪名嘛，这所有过去祖师都说这个六字洪名就是涵盖了所有这个万德殊胜的万就很多很多的功德，就是总集汇聚在一起，就像它也像一个功德宝藏一样你有了这一个，等于说你全部的宝藏都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而且非常有它特殊的密意的刚刚经文就有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甚深秘密，殊胜微妙无上功德。所以这是非常让我们会觉得说现在我真的还不知道这一句
佛名，轻轻这么念，这个这么简单，就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圣名圣号而已。我念了，我竟然呢可以把这所有佛陀的84000法门的教法总集，就是库藏在这里啊。等于说你有领了这一句6字洪名呢，等于呢你也是修遍了这个佛陀所谓的84000法门的精华。那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念了这一个6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我就是什么我都不要去深入经藏，去闻思去阅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它是诉说着说这一个阿弥陀佛是有多么殊胜不可思议。所以阿弥陀佛呢，它又称为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刚刚说我们现世可能树叶或是身体的病苦都会减轻，最后呢身心安乐。我相信呢听到这里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的念这个佛。这个所谓的念佛是真的念这个佛名呢，还是念我们的心？应该是要念佛这个佛名不管是什么佛号，我们要念相续到我们的心，要和阿弥陀佛的这个悲愿，他对这个所有的众生不舍，感到呢他要发到48个大愿。我在这里我不详说这个阿弥陀佛过去生因地当中所发的48个大愿力，我相信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研读一下。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其实是要念出我们亲近本具的佛性。所以刚刚呢在这个阿弥陀佛根本秘密神咒经当中呢，继续也跟我们讲得非常直接，于现在生受无比乐，或转贫贱获得富贵，获得国免宿业所追病患之苦，或转短命得寿延长，或愿家变恨，子孙繁荣，身心安乐如意满足。这是在经文里面说的。所以这不是我们常常就有的一个思考模式，觉得说这个要往生或者老人家才去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是，这个是我们平常呢随时随地我们都要去念，而且念让我们那个现世呢有什么改变呢？有什么转化呢？这里经文是说贫贱获得富贵可能你会说有这么神奇吗？其实真正我们所谓的贫穷不一定是我们外在看得到的有没有钱，有房子，吃的用的是不是顶好的，这个倒不是在贫富当中去分野分区的。其实贫呢是在我们内心永远不能够满足，不能够安定，不能够稳，这个就是贫不一定是说我真的银行里面的存款不够，这叫做贫。所以在我们念佛的人一直念相续的时候，我们会看很多人世间的人事物呢，会看得比较处之泰然，就是不会那么去钻牛角尖，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方方面面的去分析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学了佛的人跟没学佛的人很大的分野在于哪里？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境升起的那个内心的起伏就是情绪会有所不同。你看看那些常常喜欢念佛助人为善的这些人他们心呢不争。不争是什么意思？不争的人就是内心非常的丰富满足，这才是真正所谓的富有跟富足那刚才讲的这个树叶，我们学佛人也很怕师父我很怕这个我过去生中可能是很多的无明贪嗔痴所造下的这些所谓的不善业会不会我现世就会得到这个果报？其实我们觉得不要太害怕，
不害怕的前提是我们已经知道佛陀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是要止恶，止住这过去这个串习的恶行、恶的行为的习惯，叫串习，要止住它。当然呢，你就能够避免一直在升起这些恶因，在未来世会得恶果，跟会有业障现前来障碍我们学习。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比较正念去想呢？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可以让恶念升起。什么是恶念呢？就是不服顺佛陀所说的，像一般人喜欢去争啊、去夺啊、嫉妒啊、分别啊、比较啊，这种呢，就是我们佛陀希望我们要断除的凡夫的习气，悭贪不喜欢帮助他人自私自利这些都是属于凡夫心。我们念佛的人要把这个佛号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念呢要念出自信佛。我们每个人要相信自己都有本具的佛性，只是因为妄念、烦恼这些呢负面，让我们覆盖着我们亲近本然的佛性。我们不可以让它浪费了我们佛陀已经跟我们说，我们学了佛的人，我们要非常知道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我们呢，如果能够在念佛号、持念、诵念这个六字洪名佛号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不断的把我们凡夫这些习气这些心念不断的去弱化、简化，甚至去除、剔除它。换的呢，念回来的呢是什么？我们自信清净的佛性。我就是具备这个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无量光，这就是我们真正念佛人的真实意。这念佛还能转短命、得寿延长这个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修学佛法的人，多半呢都是与他人无争，心善为乐。心呢良善的，就像一个磁场、磁波，你会不断的会对境接收是跟你相对应善的当然很多人念佛的人念到后来就想要茹素吃素了讲不想要吃众生肉，就是断肉。因为这个众生在被宰杀的时候升起了很大的愤恨怨恨毒素都囤积在这个肉，等于说是他的尸体里面。那如果我们学佛的人还在吃这些众生肉，那是不是我们的胃就是众生的坟场？那这种的气场就不够那么清净。所以我们必须要心持洪名，口述心要转为佛跟菩萨的心性。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轨道频道，必须要去切换它。这样子我们念起佛来呢，就一定能够身心安乐、如意满足不仅在现世，而且呢，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此生天天就已经深信有个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存在，这个就等于已经是像登记入籍，像你现在讲说我们要办移民我从这个国家我要移民到哪里例如说我要从一个国家我要办移民，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手续呢？那我们现在在念佛号，深信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就是在办入籍的准备这些都是一个过程。那我们要有信，就是相信；愿就是有这个愿力我一定要发愿，我要未来呢在临终往生一定要到净土。行呢，这个行就是涵盖在不是到最后临终那一刻的行，而是在我们生前都已经涵盖了，就是信跟愿。所以信愿行呢，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就是愿力跟行动力跟果决力
都是完全融合而为一，彼此不分了。这种的信愿行呢，才有它的纯粹度。那我们就不会常常觉得，为什么我这样子念佛也是念了一辈子，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其实它很多都是默默在改变转化当中，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你可能今天每天念的不是单单纯纯的就是6个字或是4个字的一个圣名，而是呢在我们的佛法讲的80田中，你已经种下了一个非常殊胜不可思议和阿弥陀佛接轨的这种连线啊。我们就想说一个雷射波好了，或是一个光波好了，这个光波是可以穿透这个时空有形有限的这些，我们呢心呢就像一个光波一样。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常常意念阿弥陀佛的殊胜不可思议，常常念阿弥陀佛的圣名，那我们最终一定会可以往生西方。所以这个能够念这个阿弥陀佛真的好处太多了。生前呢能够让你众业轻受，消灾解厄，身心安康。我们要想为什么念这个佛号有它的用处，因为呢我们念是要相续不断的念，而且是要至心不移的念，至心不懈。至心不懈就是非常深信，天天日日一直不断的念，这种相续力它才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当然最重要是不要抱着一个交换条件的心态来念佛号很多人学了佛就觉得我学佛了我一定要事业很好顺利我家庭要美满我孩子要乖就是方方面面好像就能买了一个保险单学佛不是买保险单我相信这是有些人必须要去剔除的一个迷思学佛呢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从一个只是常常想到自己自私自利的这种心很狭隘很狭小，学了佛之后要打开小我的这个壳这个无明壳，要融入在这个大我，这个大我就是佛菩萨法界不可思议的功德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人要发的心念。那因为我们说滴水穿石，你要非常精进不懈，就如这个滴水穿石这石头是很硬，但是呢这个水滴就算是一点一滴非常小，不是很大，它都能够日积月累，能够穿透这个非常坚硬的石头。那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够坚够沉，就如这个滴水穿石一样而且呢佛菩萨尤其是阿弥陀佛一定会庇佑我们这个念佛的人，诚心专注意念佛号的人，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当我们呢常常觉得自己内心很无助不安或者是心里很烦闷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呢一定要知道阿弥陀佛就像我们的慈父，慈父就是父亲一样或是母亲一样，他一直都在看顾着我们，只是我们呢这些孩子爱玩，就像流浪在外的这个游子，并不理解到说这个父母一直在看顾着我们，想着我们这些游荡在外的这些孩子们。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该回家，回到我们真正属于我们心灵的家呢？我们就要透由念这个佛，我们就会从这个佛号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呢，我们就能够得到内心转换的力量。不管你在现世来生，都有阿弥陀佛给我们很大的庇佑跟加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可能你还没有学佛，可能你对佛法只是有点感兴趣，我觉得开始念
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或是阿弥陀佛呢，是我们最好开始我们与佛最亲近的距离啊。就是我们会常常觉得说，我们跟佛啊、菩萨好遥远。其实说真的遥远，是我们凡夫去界定的。其实很多都是法界都在一念之间。有没有一句话叫做一切唯心造？所以你在念佛号的时候，你的心清净了，你看到所有你周边你的环境人事物也变清净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心净则国土净，处处好修行啊。不一定要说啊，我一定要赶快往生啊，到西方极乐净土啊，在阿弥陀佛的座下我才能够修行。错，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当下，我们自身就能够创造一个净土，净土就在眼前。从我们的内心发起那个清净无染，跟佛无二无别的这种心念开始相连接啊，这就是最大的契合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是我们用言语都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所以我想呢，今天在这个影片，我不仅介绍了这个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的殊胜，也诉说了在经文里面很明确，佛陀说在现世跟未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好处跟果报。同时呢，它呢能够让我们最终我们在人世间啊寿命终了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最好的跳板。什么跳板呢？就是从我们还是凡夫阶啊，我们能希望跟西方净土的所有诸大善事，就是阿弥陀佛在那里的净土，阿弥陀佛都一直在说法、讲说这个佛法的不可思议，开启在阿弥陀佛净土国土当中，跟阿弥陀佛共学的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很多诸大菩萨，还有诸大善人啊。这些人可能都是从我们娑婆世界往生投生过去的。所以不是有一句话叫莲花化身吗？而且呢，它莲花还有分不同的品哦。最高的品是9品莲花化身。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品，我们最重要是有没有先发一个这个愿。所以要相信，要发愿，同时我们要日日时时年年不断的行这个愿，稳固我们的这个信心，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呢，我也在这里很短的，我和各位一起来，我们来念这个阿弥陀佛，短短的，我们一起来做一点点短暂的静心。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或是禅修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是可以念佛号的。好，我们现在来念这个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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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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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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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刚刚很短的时间，以这个阿弥陀佛圣号来做短暂的静心禅修，所以我们在念这个佛名的时候，可以一呼一吸配合着哈，阿弥悉陀佛吐啊。当你在打坐或静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数息调息的方式，同时也是默念佛号，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和各位分享这阿弥陀佛的殊胜，也同时呢，在这个短短时间带着大家各位呢静心禅修一下啊，以阿弥陀佛的圣名，希望呢带给你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会对你的其他的学佛的法友，或者是你的认识的人，他们会有帮助的话，那也请你随喜转发，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布施哦。那也希望你能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周更新的影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热推我们每一周新发布的影片在7天内你都有3次机会可以热推我们新上传发布的影片哦。那最后呢，也祝福大家呢在修学佛法的道路上非常的平稳，一切都能够吉祥如意，事事顺心。阿弥陀佛。